我哥他怎么样了？应该是中了某种毒。中了什么毒？我从未见过此毒。此毒太过于霸道，似乎能让人的精血沸腾。这毒能解吗？人的精血一旦沸腾，虽然短时间内能激发最大的潜力，但身体的压力太大，习武之人尚且如此，更何况你哥是个普通人，他的心脏和全身的经脉都已破裂，即使我们把他救过来，估计他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什么意思？是我哥没救了吗？我现在能做的是用医术让他尽量的恢复神智，不过什么？以他现在的情况，即使活过来，也最多几个时辰。用不用，我无法替你做出选择。傅先生，用针吧。你确定？至少让他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上。别太自责了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现在就是后悔，后悔当初在杜鹃谷没有好好学，否则的话还能救他一命。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，若没有你，我们不知道要死多少回。没错，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毒，没有你，我们也不放心查下去啊。罗森格他醒了。哥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奇人。你们的事儿，我听罗叔说了，感谢你们愿意救我和我的家人。千万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有什么事儿？问吧，罗兄，你们当时到了小孤城以后，都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染上了毒？我们在小孤城里，只是找到了一些过冬的物资，然后就赶紧回来了，其他的什么都没做。那你们在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怪事和怪人？我对一个地方印象很深。什么地方？北海区。北海区。我们这儿的老人经历过海牙屠城，我小的时候好奇问过，老人们说，海牙城吞人魂魄的怪物，就是有一个叫北海的奇人放出来的，其他的他们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他们死之前念叨过这个名字。罗兄，你可是那北海区在小孤城的何处？西北部的一个小山坡上，那个地方看着有些偏僻。
阿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希望我们能再回来。我说，我们一定会回来的。大齐和海牙会一直这样下去吗？看到海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突然就能明白叶莎他们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复仇了。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为海牙做的事儿。岑方甲当年在海牙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而叶莎所做的，不过是在大齐种下了另外一颗仇恨的种子。冤冤相报，我们或许没有化解仇恨的能力，但我们能做的是，阻止更多的种子生根发芽。至少，别让悲剧一次次在我们面前重演。我们真的能做到吗？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刻，不论是大齐还是海牙，善恶终有归属，公道胜于人心。有了人心，结局就会改变。我相信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那一天一定会来的。趁天还没黑，我们收拾收拾，出发去小铺城。要不是为了查案，我肯定不会来这种地方。都注意安全。罗森说，北海居就在海牙城的最深处。我们分头看看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应该就是北海的夫人。大哥，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无字碑。发现什么了吗？这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有，今天莫不是要白跑一趟啊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奇怪？是奇怪，这个院子里怎么会有块无字碑呢？不是这座碑奇怪，是这个院子奇怪。外面都杂草丛生，而这个院子里没有任何草木，确实很荒凉。
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这怎么看也像是个墓啊！谁会在自己家院子里修个墓啊？上子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小心点。我感觉这里面没那么简单。读书。走。小心。这洞窟看起来是天然形成的，只不过被人改成了地下密室。我看倒像个迷宫，大家都小心一点。好。这里地滑，小心。这什么虫子？从未见过，应该是这个地窟里特有的虫子吧。这把刀我不会再用了，你帮我扔掉吧，多谢。先往前走吧。多谢。危险！走。混手，你扔点驱虫伞。驱虫伞没用，快走！快点火，封住洞口。虫子要出来了，快撤！走，快走！小柔。接着。小心！他们怕盐，快把身上的盐都拿出来。姐，
别着！天哪，终于得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不要命了？刚才没事儿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是皮外伤，又不是毒虫，还能再抱一会儿吗？真矫情。哎，不是，走。中字，刚刚那个是上字，看来这里面还有个下字。那这么说，这地库至少有3层。不是，这北海是何方神圣啊？这地库里的岩石至少存在几百年了。北海如此大费周章的修建这个地方，肯定藏了什么东西。刚刚那些怪虫就是这一层最好的保护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何物。这一层的护卫是虫子，那下一层的又会是什么？小心点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里应该只有这一条路，那个应该就是下子门了。这个桥不知道是何时修的，谨慎点，我们一个个过。此桥暂时安全，大家过的时候小心点。这实在太黑了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们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到前面去看一下。注意安全，小大哥。好。徒手别！士气关束，跑！跑！走！只能跳下去了。这水太急了，跳下去不知道会被冲到哪儿。怎么办？往那儿跳！师妹，你带换带柔，走。走。
都抓紧点！徒手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撑住！下子门，大哥，下子门！走吧。这儿怎么这么冷啊？这都是寒玉，有这么大的寒玉矿？不行，这地儿再待下去要冻死了。哎，门关了！哎，你们让开，我试试。师妹，别浪费内力了，这门里有机关。看来这北海不想让我们出去。可我们没有御寒的衣物，最多待上半个时辰，我们都会被冻死的。都别急，我总觉得北海这个洞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是北海不想让别人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，大可不必设立上中下3个门做指引。无论是第1层的怪虫，还是第2层的剑俑，看起来皆是必死之局。但仔细想想，我们能够逃出升天，都像是北海在故意给我们留下一条生路。师兄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一层也一定会留下线索。只要找到那条生路，我们就能逃出去了。趁大家还有体力，四处分散找找吧。好，大家小心一点。小心点。快，奶奶手。你没事吧？我中过寒毒，这点冷不算什么。什么都没找到。没有。暂时聚在一起吧，还能暖和点。怎么办？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师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认识？毒血谷的符号。毒血谷。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北海是毒血谷的弟子，我在上面搜过他的药方，我在他的药箱里发现了毒血谷的金针。毒血谷的金针和外面的不一样，它的大小和尺寸都不同。当时只凭金针我还不敢断定，直到方才我看到这些符号，我敢肯定它就是。这些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药材，毒血谷的药方是绝密的，为了防止泄露，谷内所有的药材都用特殊的符号代替。即使外人看到了药方，也不知道具体的内容。他既然看得懂这些符号，那就说明他一定是毒血谷的弟子。可就算知道了这些符号，
也知道他是独绝谷的弟子，我们也没办法出去啊。一定能出去，因为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他的用意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破局了？没错，只要他是独绝谷的弟子，我就敢肯定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地谷，而是在北海的体内。北海的体内，什么意思？童双，来，帮我站在这儿。站在这儿，这么说吧，人的身体分为上焦、中焦和下焦，头之心为上焦，心之气为中焦，气之足为下焦，正好对应我们刚刚所经历的3道门。而这3层的含义，恰恰是一个病症。上焦如虫咬，中焦如电刺，下焦如冰寒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病症。夏大哥，请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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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病症？一种毒，是我们独绝谷上一任谷主的成名之毒——别离散。独绝谷谷主就是无双老人的师傅，你的师祖吗？那北海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或许北海中过此毒，我已经隐隐感觉到他的真实身份了。只不过我们现在要找到的是出口，而这的破局之法，或许就藏在这刻满符号的地砖上。这么快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找到别离散的解药？之前师傅留给我的阴阳册里有这个毒的解毒之法。2位，还剩2位。你可以，一定可以的。师傅，您在天之灵，请保佑我们。难道我的判断出错了？在那儿，在那儿！看来这门还是打不开啊！难道我们要死在这儿了吗？这个孔洞看着有点熟悉。这是你的嫁妆，爹将家里所有的田地铺子的地契，全存在了钱庄。这个扳指就是信物，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。他昨日将这扳指赠予我，说是我的嫁妆，但更像是托付。师傅，
师父当时是参风甲的一员，他当年在海牙，一定跟北海发生过什么。你刚刚说你猜到了北海的身份，他是谁？我猜，他就是我的小师叔。你不是只有老周仲一个师叔吗？小师叔很早就离开了独绝谷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。我也是听我师父说，他有一个师弟，天纵之资，论炼丹和制毒，比老臭虫和我师父加起来的天赋还要高，是当时谷内最器重的弟子。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离开了独绝谷。你是说，北海中过别离散？对，我也是听说，他常年游历在外，曾带回过一个女子。他和那女子情投意合，可没想到，此女子居然是别的门派派来的奸细。师父，阿莲已经与他们断绝关系了，求您看在徒儿的份上，成全我们吧。小师叔当然下不了手了，最后只能是谷主亲自下毒，所下之毒，便是别离散。谁也没想到，小师叔对那女子用情至深，为了救那女子，小师叔在我师父门前跪了1天1夜。我师父看过阴阳册，知道此毒解法，但我师父也不能违背谷主命令。最后，小师叔竟然以身试毒，以命赌命，成功解了此毒。但毒解之后，小师叔就带着那女子叛逃出谷，再也没了踪迹。以身试毒，以命赌命，他在来之前就做了这个决策。如果失败了，可能会跟那个女子一起殉情。何等自信，何等深情啊！我之所以推测此人是我的小师叔，也是因为能解别离散，有且只有他一人，能用此毒设此迷局的，除了他，我也想不到别人了。北海这个地窟，很有可能就是为独绝谷的弟子准备的。我现在也理不清这些头绪，先往前走吧。这有个火折子，哪辆？这儿，同说，分头找找。好。看这儿。一具女尸，一具男尸，应该是北海和他夫人。看样子已经死了20来年了。他们躺在这层层机关内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啊？这有块布。36年，过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走。宁泰36年，皇帝病危，朝堂内外动荡不安，边陲5国狼子野心，联合成军不宣而战。边军败退，百姓流离，虎狼当道，山河破碎。眼看大厦将倾，却意外得一丹起风丹。此丹药若得，可扭转乾坤。然而不曾料起，
此为噩梦之事。一言此丹能助我大齐反败为胜，你可知欺君为死罪？草民万万不敢欺君。你来说说，这丹药究竟有何妙用啊？草民自当斗胆一试，挑选我大齐勇士将此丹服下，陛下便可知其中之效。还是吧。这我想不到此药可以让人以夷敌师，何愁不能收复失地？看来天佑我大齐。爱卿，不知此药叫何名啊？疾风丹。陛下将我视为救世之才，吾不辞辛劳，不眠不休，日夜炼制。看来北海把当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，这就是他费尽心机设置这么多障碍要藏在这里的东西。时局危急，余未敢懈怠。戍守海牙之君，号参风甲，亲王武烈同志。家事千重，临阵负担，势破强虏，以为家国。遂千越边陲，昼夜疾行，风沙漫天，未曾稍歇。至联军守备懈迟，突袭敌营，虽折损800，然斩杀敌酋，五国首领尽陨亡庭。王师乘胜反攻，百姓单食胡浆相迎。方与连甲细歌，孰料风波再起。参风甲即悬于海牙，仅存200众，而后有人忽而狂躁，乃至击伤左右。这就是被隐藏的那段历史啊！前面那3道门，应该就是为了保护这段历史。
时而清醒，时而疯癫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种症状我也从未见过。会不会是因为……积者日中，余乃悟此必疾风丹之祸也。余驰骋江湖数十载，自是独树冠绝天下。及至其时，乃知岐黄之道，渊深如海，遂倾尽平生所学，遍求解毒之法。孰料祸端已至。总算恢复神智了。你判断的没错，确实是疾风丹导致他身上的症状。疾风丹初服会致身躯疾变，我以为停药之后便可恢复。可疾风丹药性深沉，自生丹毒，一旦停服，经脉便无法适应。那些被激发的内力便在经脉之中暴乱游走，丹毒也随之冲上髓海，令其陷入幻觉之中。在幻觉之中，他们会把身边的一切当成威胁，如何痛下杀手？人越来越多了，好多人都被他们咬伤了。你们是按照北海先生的要求做的吗？是的，服下之后是清醒的，可过了几天，又发狂了。所以他没有被治好，而是你又给他服用了疾风丹。你应该知道，丹毒不减，又继续服下去，虽然能暂缓症状，却会使丹毒越发的严重。待毒性入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解毒之法。在此之前，只能继续用疾风丹让他暂时保持清明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那其他的参风甲将士怎么办？现在中毒的士兵是越来越多，弹药眼看越来越少。京城那边回信了吗？诸位大人，海牙之事绝拖不得。如今陛下龙体欠安，我等恐怕要替陛下拿个主意才行了。哎呀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只恐怕这……陛下早已下旨，太子年少，紧要国事，我等可商议处置。话虽如此，只可……无需多言，事态紧急，如果我们瞻前顾后，岂不辜负陛下的圣恩呢？是啊，沈大人，如有良策，不妨直说，我四人共担其责。是啊，当务之急，封锁消息，绝不能让参风甲发病之事传出海牙之外。封锁消息？如今局势刚刚平稳，边关战事已获全胜，民心北增，而疾风丹之事乃是绝密。若让大齐百姓知道，我英雄将士一夜之间成为失心狂野之兽，势必会引起民心惶恐，危害朝廷威信呐。有传闻说，北海已经在研制解药了。若一时研制不出解药呢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大齐将面临200个失去理智、暴力无比的怪物，他们力大无比，杀人如麻，不畏惧死亡，恐怕会酿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呐。为今之计，除封锁消息、催促北海研制出解药外，更需有无解药的应对之策。几位大人，刚刚陛下清醒了片刻，陛下可有旨意？居士，难道真的别无他法了吗？圣命难违。可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还为大齐立下如此功勋，我们怎么能对他们痛下杀手？军师，能不能飞鸽传书，再求求陛下？将军，您最清楚陛下的心思，此事可否？既然圣旨已下，此事不必再提。传我命令。将军，让我最后一次去见下北海。北海兄，
解药研制的怎么样了？丹药是你所制，连你都解不了。丹毒已渗透这200人的骨髓，我已无能为力。这疾风丹还剩下多少？只够他们服最后一次了。但即使再续服疾风丹，如今亦难持续半日之清明。半日过后，他们将彻底化为野兽之躯。京城来消息了吗？将军，城已被围，去吧。将军，加派进去的2队兄弟已经全部没了音讯。将军，要不要我再带1队兄弟进去？还剩多少人？只剩2个营了。他们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如今分散在城中各处，一旦陷入巷战，派再多人进去，恐怕都是送死。参冯甲听令，在，全部撤出城外，封锁城门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出城。将军，城中还有无辜百姓，数千老少妇孺根本无力抵抗那群疯狂的野兽，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在下请令，再带人马进城，宁愿战死，也要将这些百姓先救出来。将军，将军，武烈之令。置海牙百姓为待割之鱼肉，而发狂之人屠戮殆尽，无所攻击，遂自相残杀，海牙沦为人间地狱。现在应该还有逃过此劫的百姓，将军，现在救他们还来得及。去把那些百姓都找出来。是，格杀勿论。将军，执行军令。将军，海牙祸乱一平，
为什么还要滥杀无辜呢？因为他们必须死。陛下病重，时日无多。太子年少，毫无根基，内有诸侯蠢蠢欲动，外有夷狄虎视眈眈。海牙之事一旦外泄，必定会被有心之人利用，到时天下定非，一国尽乱，罪诛何人？可是，这些海牙百姓也都是大齐的子民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他们是大齐的子民，也都是无辜的百姓。我知道此令一下，便万劫不复。但为了整个大齐，为了更多无辜的百姓，我别无选择。待此事了后，我会亲自向陛下请罪，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。执行军令。将军，违令者斩。孩子给我放下！将军说了，一个都不能留。只是孩子，我说了，放下！云去，把孩子放下！云芝，你心里难过，我知道。可将军说的话也没错啊。可我们是人呐，我们不是畜生。云芝，把孩子给我吧！不，给你干什么？要杀了他吗？难道婴孩也会泄密，也会危害大齐？我们犯下如此滔天罪孽，将来必遭天谴。邹耀兄，你的家人在等你回去。佟大哥，你的夫人不是刚刚怀有身孕吗？叫兄弟们给海牙留点根吧，就算为我们家人积点德行吧。如果将军真的怪罪下来，我一人担着，绝不连累你们。我知道肯定是你。那些年，跟你一起行走江湖，鸡熊破案。如今想想，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。只是可惜，如今没有时间再与你喝一杯了。能不能换个地方？我不想他们看见我最后的样子。这地下石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。我用了数年时间布置了一些机关，把它变成一个密室。机关的破解之法，刚才你已经看到了。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？
海牙之祸因我而起，就算我死千次万次，也难抵我之罪孽。只是临死之前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，而这些事情，只有你能帮我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想让你把这疾风丹送去独绝谷，交给我师兄无双。独绝谷谷主。就算那些中丹毒的士兵已死，我也无法保证疾风丹没有流传出去。若丹毒遭人利用，恐怕天下大乱。这世间，医毒之道在我之上的，就只有我师兄了。当年我因一些旧事与他结下仇怨，但我深知我师兄仁义，他一定会想办法研制解药。只要有了解药，便断了所有祸患的根源。那第2件事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这段时间海牙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要把这些刻在这上面？若我没猜错，恐怕武烈是按陛下的旨意，把海牙烧光，并毁掉通往海牙的那条山路，让海牙彻底消失于世上。你就不担心我会毁了它？你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我更清楚，人心之毒比丹毒更深。你是我生平所见最配得上侠士2字之人。你知道，就算眼下屠刀能暂时让局势安稳，但掩盖从来不是解决罪恶的办法，它只会让仇恨生根发芽，让这血海深仇世世代代延续下去，直到某一天酿成比现在更大的灾祸。到时候就算有了解药，也解不开这仇恨之毒，因为最毒的是人心。这就是这密室的钥匙。若我师兄跟我一样，终其一生也没办法研制出解药，那这扳指便是我留给海牙和大齐的一点希望。万一再有灾祸降临，我希望你能挑选一个跟你一样有着仁义之心的人，带他来到这地宫，打开密室，看到真相。我把疾风丹的丹方也留在这里，若他最后也没能解开，就让他再传给后来人，直到有人解开。到时候我希望所有真相能大白于天下，这样无论是丹毒还是人心所导致的灾祸，才有可能真正终结。第3件事呢？第3件事，我求你护我妻儿性命。我罪有应得，死不足惜。但他们应该活着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
孩子，就拜托给你了。吾一生辜负4人，一是深恩负尽之师兄无双，恩情难忘，但吾倔强倨傲，与他决裂；二是爱妻萧氏，情深意重，却负他而现形；还有北坤、北冥2子，未尽负责。吾将相罢典于其间，祈愿兄弟2人平安一生。师兄，北海的孩子北冥，莫非是？钟母王没有给你启明信中，是因为你娘姓萧啊。萧夫人的尸骨在这密室之中，这就说明她当年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留在这里，和北海一起。既然如此，师兄你还有一个叫北坤的哥哥，不过我爹当时只带走了你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只有武烈知道。不管怎样，他也一定在那份名单之上，只是不知道被谁收养，取了何名。他是你唯一的亲人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那边还有块石壁。原来这就是疾风丹的丹方啊！老蛀虫确实厉害，几乎把疾风丹复制出来了。北海当年让钟捕王把疾风丹给我师父，可我师父还没来得及解出来，就被老蛀虫杀了。他若还活着，一定能解出来的。别难过，你是你师父最得意的弟子。我们今天走到这儿，也是冥冥中注定的。这是你师父留给你的重任，也是他的遗愿。只是这丹方关系重大，一定不能落入夜煞之手。你要牢牢记在脑子里。我也相信，你将来一定可以研制出解药。看来北海还是给我们留了一条回去的路。师兄，带他们走吧，回去之后把他们好生安葬。
他们在院中立了无字碑，应该是想在这里长眠吧。走吧。小心。